那日本可能是中国人最想用武力来对付的国家，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侵略罪行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在当今这样的历史时刻警告日本不要在十字路口选择错误的方向是非常有必要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呢，我们说的是中国大使警告日本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不要选择错误。8月27号呢，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公开表示，在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再一次来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希望日方不折不扣地遵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和迄今所做的承诺，特别是在当前台海局势的敏感关头，要切实谨言慎行，避免对中日关系造成更大的损害。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呢，日本可能是中国人最想用武力来对付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以来，日本呢先后发动了5次侵华战争，从局部侵华扩展到全面侵华。虽然中国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侵略罪行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在当今这样的历史时刻警告日本不要在十字路口选择错误的方向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日本能够保持理智，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中日之间呢保持和平友好的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日本是一个技术发达、人口密集的工业化的强国，在如今的西方7国当中呢，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阵营中的第2强国。日本呢又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在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和美国有着很大的共同的利益，但是这恰恰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日本还面临一个很现实的情况，那就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无论日本政府持什么样的反华立场，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是绕不开经济问题的。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分子十分嚣张，反华的言论是甚嚣尘上。今天的日本政界确实需要中方的用力的敲打。今天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极贫极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世界上的头号制造大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是5大核强国之一。跟着美国跑，同中国作对，一定会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呢，走到十字路口的不仅仅是中日关系，更是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安倍晋三在街头遇刺身亡，充分地体现出在日本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矛盾。统一教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伤害那是客观存在的。日本的新冠疫情防控乏力，财阀当道，人口老龄化严重。面对这种种不利的局面，日本政府是顺应民意重新整顿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还是继续张灯作哑，任由恶势力折磨日本的普通民众，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所以说日本呢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很有可能把整个国运和日本的未来都赔进去。2战之后的70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格局已经彻底的改变。日本用对外转移矛盾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已经是做不到了。至于日本能不能够听得进去中国大使的警告，我认为呢也不大可能。因为日本呢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听得见好言相劝的民族。近代史以来，有许多有识之士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提出了警告，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日本向邻国刀兵相向，最终呢自己吃原子弹，长期被美国所控制。在内政问题上，日本也往往采取鸵鸟的政策，政客们宁可下跪磕头道歉，也绝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修改明显的错误的决策。中国有必要做好准备，一旦日本明确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们一定要下决心保护东北亚的和平，阻止日本再一次给亚洲人民带来危害。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